有缘人，你知道大富大贵是从何而来的吗？刷到这个视频的你，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天意。如果你真的听进去了，那么你今后的人生将会财运亨通，步步高升。假如你的每一分钱都是你辛辛苦苦赚来的，那么你这辈子大富大贵的可能性就不大，最多是个小康生活。为什么我们只求小康而不求大富大贵呢？道理很简单，我们勤奋努力只能到达小康，因为通过人为的努力只能到达小康。老话说得好，小富靠勤，小富靠俭，大富靠福报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也莫强求。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人纵有冲天之志，非运不可自通。也就是说，你纵然再有本事，时运不到，也不可能大富大贵。您同意吗？如果你觉得我老头子说的有道理，就请先点个赞吧。那么我们的大富大贵从何而来呢？今天我把它讲透，如果您真的听进去了，您的运气将会发生改变。低维的认知认为挣钱是能力的变现，中维的认知认为挣钱是认知的变现，而高维的认知认为赚钱是福德的变现。德才是真正的根本，正所谓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所以要大富大贵，那是老天爷给你的。那老天爷怎么才能给我们呢？首先你要知道，你现在的福报除了你自己积的德，还有你祖辈积的德。如果你把它消耗光，花掉了，你的子孙就没得用了。这就是富不过三代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要想照顾好你的子孙，福荫子孙后代，你就要自己多行善积德。你不积德，他们怎么拼搏也没有用，了不起是个小康。以下最积德的3件事，看看你做过几件。哪怕你做过1件，未来也会无限的福报。如果3件事你都做全了，那么我要恭喜你，你将立身平安吉祥，你的子孙后代也会光宗耀祖，福寿延绵。第1件，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最简单最便捷的善行。善待父母，家庭和谐，财源稳定，出贵人帮助，各种美好会不期而至。积福最快的方法就是孝敬父母，父母也是最殊胜的福田。父母本是在世间佛，何须千里拜灵山？孝顺父母的人，就算天生命苦，也根本挡不住你的福气。父母就像是2大福山，能镇住一切不顺；父母是2大福海，能救济一切贫穷。孝顺父母的人会得到这4种善果：五官端正，气力丰强，安稳无病，健康长寿。第2件，常说吉祥话，良言一句暖3冬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常说善言就是种善种子，收获的也是别人对自己的善言。善行善意，路会越走越宽，运气越来越好。常说恶语，就是给自己饥饿消福，造恶口是罪孽深重的。
有福之人说不出伤害人的话，好好说话就是在行善积德。如果一个人说话不好，听他的命就不好。言语不善就是在饥饿，积多了迟早会有报应。不要拿刀子嘴豆腐心来当理由。善良的人说不出恶毒的话，口出善言才可以结下善缘，感召好运。第3件是行善布施。根据种子原理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要想财运好，就要多布施，布施给父母。但是正在受苦人要事业好，就在工作上多帮助他人，己欲获得，先助他人。我们以为行善布施是在帮别人，其实是在救自己。因为若是困难来临，通过行善布施积累的福报是能助我们逢凶化吉的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想要收获什么，自己就去种点。当你在帮别人，实则是在帮自己。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你以为吃亏了，其实不会亏。你舍出钱财，会获得双倍财富；舍出去的善良，也会获得无限的福报。当你愿意分享你的善心，就会获得聪明智慧。相反，当你给别人的是不安、憎恨、怒气、忧愁，你将双倍得到这些报应。布施是为全家种下万世福田，永世富贵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修行之人不怕死吗？因为他知道了宇宙真相。往哪儿死呢？你死得了吗？心经全讲完了。你的灵魂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。死亡只是从一个房间去另外一个房间。人来干嘛来了？来积分来了，知道吧？积分升级来了，知道吧？看得到的分是你们银行账户的那个数字，叫钱。看不到的叫什么？叫修行。我想告诉你，你普通人的是银行卡里的数字，而高手永远盯的是福报存折上的数字。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修行，人活着要修行，动物活着也要修行。从前有一只猫，它以前都不知道要修行，突然有一天在寺院，然后佛祖显灵了，佛祖就告诉他一定要修行，修行以后你就可以得到成仙，下一辈子你就可以免受轮回之苦。这个猫就问佛祖，那怎么修行呢？佛祖说了，每帮助一个人就长只新尾巴，当你长出9只尾巴变成9尾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成仙，跳出6道轮回。这个猫从此以后明白了，我要帮人。猫帮的第一个人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。在一个破庙里，有个书生生病了，盘缠用尽，马上就死了。那猫看到这个书生就问他，我是这个修行的猫，我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，你想干啥你说吧。书生说，我想把病治好，我想有盘缠能够到了京城，我一定能够考取功名，我要当一方清官，造福一方百姓。结果这个猫就帮助了这个书生完成了这个愿望，结果这个猫就真的长了一只新尾巴。这个猫很兴奋，
从此这个猫就走在了渡人的路上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，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。当他帮助到第8个人的时候，他已经长出了8只尾巴。他太兴奋了，因为只需要再帮助一个人，就能够成为9尾猫，得道成仙。但是当他在帮助第9个人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，就是因为他帮了这个人长这只新尾巴，但是第1只尾巴因为用了自己的功力，第1只尾巴脱落了，从此以后就陷入了恶性循环。每帮助一个人长一只新尾巴，掉一个旧尾巴。200年过去了，8尾猫还是8尾猫，猫都已经气馁了。猫在想着，佛祖是不是在蒙我呀？这一天他又来到了一个破庙，还是一个上京赶考的书生，看着挺眼熟。猫看到以后还是很不耐烦地去积德行善。你说吧，我是8尾猫，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书生说，哇，这个世界真有8尾猫吗？书生见到猫比猫见到书生还兴奋。书生说，你跟我回家，让我想想行不行？猫就愤愤然地跟他回去了。说了一句话以后，这个书生就觉得这个8尾猫不是神仙吗？怎么还不开心呢？猫把他这200年修行的经历全部告诉了这个书生。告诉完以后呢，这个猫不耐烦了，说，你赶快说吧，我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。我要走了，我还要帮助下一个人，赶快说。书生说，不管帮助我什么愿望，你都能实现吗？猫说，你不管什么愿望，我能帮你实现一个愿望。你说吧，什么愿望都行。书生接着说，如果你真的能帮助我实现一个愿望，那我的愿望就是让你长出第9只尾巴，成为9尾猫，得道成仙。猫愣了，猫哭了。猫说，我行侠仗义这么多年，每一个人都只关注自己，从来没有人关注我，你为什么要帮助我？书生这个时候从自己家的书房取下了一个画像，这个画像画着的就是8尾猫。他说，在200年前，我家祖上在一个破庙里遇到了一只猫，这只猫救了他，让他成为了一代圣贤，成为了一代清官。从此以后，我家留下祖训，凡我家后人遇到8尾猫，一定要报答此恩，帮助这只猫实现它的愿望。在这一刻，猫懂了，猫终于明白了佛祖死前讲的那一句话，本欲度众生，反被众生度。你对别人好，别人好不好不一定，但是你肯定会越来越好。你天天想害别人，你能不能把别人害了不知道，但是反正你肯定到最后一定被害。你想算计别人，终被别人所算计。你想成就别人，到最后终会被别人所成就。佛陀为什么不吃肉了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觉醒以后，突然发现万物本一体，众生皆手足，整个世界都是他与他自己的游戏。他吃了一条鱼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他吃了他自己的一部分。他伤害了那条鱼，从某种上来讲，他伤害了自己。
我相信你们都不希望让灾难发生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，那你就不要伤害别人，因为都会回到你身上。所以在这个世界要想让好很简单，遇到的每一个人你都想方设法让他们好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想让自己坏也很简单，你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去算计他，打击他，报复他，你肯定会坏，因为宇宙会疯狂地回应你。接下来这一段话，我希望能够让你们所有人喜欢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财富、健康、幸福、好运、贵人，你们想的所有好的东西都是福报的显化，而在这个世界上的疾病、痛苦、灾难都是业障的显化。那到底如何积福报呢？我们经常会听到自己有时候会随口说出来，某一个人做了一件善事，救了一个什么人，这个人功德无量。真的做了好事就是功德无量，就是在积福报吗？包括有很多粉丝说了，我每天都念经，我每天都诵佛，我每天都跪拜，我每天都烧香，那这是功德吗？念多少遍抄多少遍就是功德吗？这都不是功德。真正的功德是什么？当你认为你做的这件事儿是为了慈善而去做慈善的时候，其实没有慈善。为了福报而做慈善，做福报的时候就没有福报。在南魏朝时期，梁武帝高规格地接待了达摩，心想他是一位得道高僧，印证我功德的机会来了，所以他就问达摩说，我这辈子造了很多的寺庙，也供养了很多的僧人，你看我这辈子的功德是不是很大呢？谁知道达摩笑笑说道，您没有任何功德。讲完以后扭头就走。若干年以后，六祖慧能的弟子也问了相同的问题。他们说，当年达摩祖师为什么跟那个梁武帝说他没有功德呢？六祖说，因为梁武帝一生是没少做慈善，但是都是在向上求，而功德从来不在外面，在法身自信当中。这就是后来我们都熟悉的一句话，叫做见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无智，常见本性，真实妙用，名为功德。用最直白的话来讲，就是梁武帝所善是为了有福报，是为了有求之心，有求就并非真的真心。所以功德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当下是否见性，是否清净无为。当你做这件事就是为了自己的本心的时候，恰恰是最大的福报。佛家说每一个人都是开悟的，你之所以没有开悟，没有智慧，是因为你的业障太多，你作恶太多，你的福报太少。所以佛家有一个修行法门，叫要做善事儿，做福报。什么时候你的那个业障被你消完了，你就开悟了。那怎么做呢？怎么能够把业障消完呢？第一是不造新业，第二是把旧业还了。如何能够不造新业又把旧业还了？一句话让每一个人都可以还清所有业障，叫做别人怎么对我是他的业，我怎么对别人是我的业。他对你坏没关系，那是他的业障，他会还的。但是我怎么对别人，那是我的业，
所以我们不要伤害生命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。希望我们一起修行，一起去做善事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人生活的就是一场修行，不单是人要修行，动物也是来修行的。大家有没有看过《西游记》？我们人生就是一场西游的过程，我们活着就是要去西天取经，取的那个经不是在西天的那个经，是9981难，我们的这个经历才是我们取的真经。如果为的是取天竺国的真经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就过去了。故事里说有师又有徒，西天取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，哪有师哪有徒，都是自己。这5个人就是一个人，这5个人代表着人的5种欲望，这5种欲望分别代表的是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。今天你被资金盘骗了，今天你被这个人割韭菜了，你不贪，没有人能骗得了你。今天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人起争执？你起了嗔恨心吗？我们都一直在讲修行，修行到底是修啥呀？是修心吗？是修情绪吗？是修贪嗔痴慢疑吗？现在很多人在讲修行，那修行的本质是什么？修行的本质是修灵魂层级。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每一个人的人生命运都不一样吗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层级都不一样。当年的佛陀在2500年前就已经给我们讲了，他把这个世界上的人分为6个灵魂层级。第一个叫地狱道，第2个叫恶鬼道，第3个叫畜生道，第4个叫人道，再往上走阿修罗，再往上走天人道。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带着不同的层级来的。那么你们认为有没有人活的就是活在地狱里？请问此时此刻有没有人因为得了癌症，正在医院被人开肠破肚？此时此刻他就活在地狱里。请问此时此刻有没有人正在出车祸？那就是地狱。人间就是地狱，这个世界的恶鬼就是怎么吃都吃不饱。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大把恶鬼。没有钱的时候说，只要我成为100万富翁，我一定孝顺父母。当上100万富翁以后，我想赚1000万，当上1000万，我想赚1个亿，赚了1个亿，我想赚10个亿，我想赚100个亿，我想赚1000个亿。钱赚到了，人死了，赚到什么时候算多呢？那不就是恶鬼吗？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总是被骗？是因为你贪啊，你贪才会被骗。你如果不提升灵魂层级，你这辈子一直会被骗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贪修没呢？可以吗？贪只是头的一个相，你总修那个相，就如同猴子捞月，水中花镜中月。比如在玩游戏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游戏的妖怪杀了，我们走过去以后又杀一个妖怪，结果我们又往回走，你会发现那个妖怪又出现了。那么如何才能把第一关的妖怪全部杀死？只要升级到第2关，第一关的妖怪瞬间消失了，但是第2关的妖怪又来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杀是杀不干净的，只有上升到第3关，第2级的妖怪瞬间消失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所以我想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件事能够解决这个事儿，能升到第3级，瞬间那个贪没了。能听懂吗？这个时候贪是没了，鱼吃出来了。这个世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就是明明我今天讲的这么简单，1+1等于几都听懂了，就他听不懂。那比这个再高一点的是什么呢？人道。人道就是善良。很多人都是从人道来的，但是活在人道的人就一个字：善。善良到没有自己。活在人道的人，他这辈子虽然是平淡的，但是是没有大灾大难的，是没有血雨腥风的，是没有所谓的那些大的灾难的。我想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六道里，修行就是修这个。那怎么样让自己的层级提升呢？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比较慢的，一种是比较快的，看看你们想选哪一种。慢的就是积福报，福报一层一层往上积，到了一定阶段上一个台阶，继续积福报，再上一个台阶。所以也有修行人说这么一句话，叫修行就是修福报。普通人在为自己的银行存折里面的数字而奋斗。你知道那些觉醒者每天在为什么奋斗吗？为福报存折上的那个数字而奋斗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，修行的本质就是提升自己的等级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王阳明出生的时候是第4道，而宁王一出生就比王阳明还高，所以他一出生就是王爷，后宫佳丽3000，他过得非常好，很奢华。但是王阳明出生以后，他每天在想一件事，如何干好事，如何帮助更多的人，所以他层级不停升级。而宁王每天想的就是造反，我要当皇帝。所以因为宁王造反这一件事儿，因为他的一个举动，有多少百姓会流离失所，有多少将士会战死沙场。他本来有福报，就因为他做了这一个动作，直接进入的御道。所以宁王到最后是怎么死的？被凌迟处死，一刀一刀刮刮了3777刀，不但把宁王杀了，把宁王所有的妻妾，所有的孩子，宁王最小的孩子6个月养到9岁凌迟。你是不是以为反正老夫死了，大不了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？你想多了，你还能成好汉吗？大概率他可能都进不了人道。所以这个是比较慢的一种修行方法，就是修福报。我们再来讲一个比较快的方法，要想提升自己，问题其实很简单。根据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、同频共振定律，一个人层级在第1道的人，每天都跟一个灵魂层级在第8道的人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灵魂层级第1道的会瞬间被拉升。如果一个灵魂层级本身在第4道的，天天跟那些灵魂层级在第1道的人在一起，同样也会被拉低。知道进入第6道是个什么状态吗？出门见喜，出门遇贵人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你们想不想过这样的人生？所以修行的本质就是修灵魂层级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意义跟目的，
就是让自己的灵魂临走的时候比来的时候要高一点。我们的灵魂要升级，而不是要降级。你可以试着去观察一下你身边大多数的人，如果说没有任何学习圣贤文化的话，大多数人都是在造作的，吃喝玩乐，临走的时候这个灵魂是降级的。而我们现在修行这些东西，我们临走的那一天，我们灵魂是升级的，这才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。借着这个肉身来提升自己的灵魂，多做一点善行。人能带走的其实只有自己的善行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经历的所有的苦难都不是为了把你给整死，都是为了让你醒来，都是为了唤醒你。所有大彻大悟之人都曾经历过无药可救，心不死则道不生，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开端。倘若穷途末路，那便势如破竹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提升我的灵魂层级。我祝你心想事成，显化充盈的福报与善缘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